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苹果刚刚发布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啊。首先有2个改变啊，第一就是它的屏幕尺寸改变了，这个是从之前的我现在拿到手里的是一个小的版本，从之前的41毫米升级到了现在的42毫米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大尺寸的版本是呢，从之前的45毫米升级到了46毫米。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，这次 Apple Watch 的一个改变是它的边框变得更加圆润了。之前大家知道，高端版本是不锈钢材质的，但是因为不锈钢材质本身的环保元素啊，因为环保很难，所以说呢，这次苹果彻底取消了不锈钢版本，转而采用了这种钛金属的抛光材质。现在大家看到这3款呢，就是这一次Apple Watch Series 10全新的钛金属抛光这样一个效果。分别是金色、黑色和银色。其中左侧是我自己的不锈钢版本的 Apple Watch， 右侧呢是新推出的钛金属的抛光版本的 Apple Watch。从目前来看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观感上的差别。但是钛金属版本呢，它变得更加轻盈了。如果大家使用不锈钢版本，你就知道不锈钢版本的耐磨性其实是比较差的。这次我也比较期待钛金属在长期使用之后有什么样一个效果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Apple Watch 铝合金的版本啊。这次铝合金也有一个全新的材料改变，就是它的黑色版本改成了抛光这个官方叫 Jet Black。Jet Black 是当年 iPhone 7的那个颜色，对不对？其中左侧这个是铝合金版本，右侧是钛金属抛光材质。从我目前来看呢，钛金属版本应该的光泽反光效果会更好一点点。颜色整体上来说呢，钛金属版本呢要更偏灰一点，而这个铝合金版本呢要更偏黑一点。铝合金版本整体上来说更加轻盈。然后呢，这是另外的2个铝合金配色，分别是金色，非常接近玫瑰金的一个版本。然后这个呢是铝原色。之前大家有印象吗？它是支持 Always On Display 的，对不对？它这块屏幕可以在不管你是否台腕的前提下都可以亮屏。而今年的一个升级点呢，就是它从之前每1分钟刷新一次，升级到了现在的每1秒钟刷新一次。所以大家能看到，我现在手里拿这块手表，它的秒针在走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现在这块手表它的屏幕是处于一个熄灭状态的。当我点击它，现在才是一个点亮状态。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点亮状态下呢，它的那个秒针是无间隙来旋转的。这个功能其实不只是看时间啊，包括我们日常运动，对不对？想计时，帮助都很大。好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呢，左侧是这一次新发布的 Apple Watch Series 10的46毫米版本，右边呢是我的 Apple Watch 45毫米的一个版本。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呢，就是苹果刚刚发布的新的 AirPods 4。这个小盒子其实我感觉要变小了一些。我现在拿到的这个是 AirPods 4的一个主动降噪版本。这次 AirPods 4呢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这个主动降噪版本，就是它带降噪算法的但它是一个半入耳式的，就相当于它比 AirPods Pro 要更加舒适，但是呢没有 AirPods Pro 的那个被动降噪耳塞。我刚才自己试戴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降噪效果要超出我的预期了。然后呢，这一次 AirPods 4它的充电盒也采用了 USB-C 的接口，而且也是支持通过 Apple Watch 的那个充电线来给它进行无线充电。所以整体上来说呢，应该是一个更小巧、更舒适、功能性更强、具有降噪功能的一个超级舒适小耳机啊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给 AirPods Pro 造成一些挑战，对不对？因为确实 AirPods Pro 虽然现在功能性还是最强的，但是呢，佩戴舒适性，佩戴2个小时之后，可能要摘下来休息休息耳朵。大家看到的现在呢，这个是这次给 Apple Watch Ultra 2新增加的一个全新的黑色配色啊。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中文官方的这个翻译名字。现在手里其实这个表带这次是一个全新的，非常轻。它是用钛金属来打造的一个米兰尼斯表带，这个轻的真的要比我之前那个钢的米兰尼斯表带要轻非常多，而且它这次呢采用了一个叫做降落伞表扣这样一个设计。好了，然后我请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小姐姐帮我佩戴了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全新的米兰尼斯钛金属表带如何拆卸啊。它的拆卸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手这么一滑，往下一滑，这个表带就打开了。然后新款钛金属的米兰尼斯表带呢，只需要把这个卡扣掰起来就可以调整长度了。现在面前的呢是 Apple Watch Series 10的爱马仕版本。爱马仕应该也不是皮革材质了，它采用的也是一个类似于尼龙线的设计。我还没有查这款的售价，应该是还蛮惊人的。这款的表带手感很好啊，这个应该也是用尼龙编织实现的。这个表带手感很好，